也是还原漫画中我们刚所成为气神领袖的这么一个造型啊，正所谓山中无柱子，恐龙称大王啊。我钢索专打坏蛋，没问题。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星际军刀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视频。那么这一期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 MK06 啊 KO 的 NA 的小比例钢索。那么首先也是来看一下它这个外包装。钢索啊，非常的大胆，包装的两侧都是同样的内容。玩具实物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到头顶整体尺寸呢是13公分左右。不得不说，它整体的这个身形比例呢，对于动画中钢索的这个身形呢，还是还原的非常到位的。同时身上呢也是有大面积的啊致敬 G1 贴纸的这么一个涂装。从侧面来看呢，也是我们钢索啊经典的一个小背包啊，这个整体的身材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转到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它的武器配件呢就是眼前的这些。那么首先呢是它的这两把枪啊，两把造型不同的两把枪啊，我们放一边。然后呢就是它的这把非常经典的一把剑啊。那么这个剑柄呢也可以插在它这个火焰特效件上啊，当做这么一个火焰剑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好，接着呢是它胸部零件的一个替换件那么这个呢是致敬动画中的一个样子，它原本的这个呢是一个橙色的透明件啊，是为了致敬G1玩具的，我们可以将它拆下来，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些个细节刻画的，我们将金色的这个胸部呢给它卡上去，那么同时也附带了张开的这么造型的替换手，以及一张原创造型的这个头雕啊，当然这个头雕看上去呢有点类似于 IDW 钢索的一个面相啊。然后呢就是这么一顶王冠了那么我们钢索戴上王冠之后啊，就是这么一个造型了，也是还原漫画中我们钢索成为气神领袖的这么一个造型啊，正所谓山中无柱子，恐龙称大王啊。用不着，有我呢。你有屁用！你认为我钢索很愚蠢，你再也不要我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性。首先头雕呢是一个球形关节360平转，那么抬头90度抬头，低头啊这个范围呢并不是很明显，左右的侧头啊也是可以的。手臂部分360旋转啊，要注意与它的背包呢进行一个避让。那么手臂的侧身可以实现一个超过90度的侧身。由于变形关节呢，它的还可以拉出这么一段拉伸关节啊，使得它整体手臂的可动性呢能够达到超过180度的一个可动范围啊。手肘的部分啊，可以实现一个90度的曲肘。那么360平转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是手腕部分可以实现一个360的平转，并且呢可以将它拔下。那么腰部呢可以实现一个360的腰转，并且呢还可以往前实现一个90度的弯腰。我们将它的前裙甲呢给它翻开，大腿根部可以实现一个将近90度的一个前踢，将它的后裙甲翻开后踢呢也是实现一个不到90度的一个后踢。那么侧踢呢标准的90度侧踢。大腿根部也是能够实现一定范围的平转的。膝关节屈膝可以实现一个标准90度的屈膝。脚板部分可以实现往内的一个大范围的接力。对于这个小比例玩具来讲它整体的一个可动性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We now return to the Transformers. 好，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将它两个胳膊呢往外侧进行一个拉伸，将它内部的这个关节呢给它拽出来，然后我们将它人形态这个背包呢我们给它往上进行一个翻折，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将它整个下半身从腰部这块往上推，一定要推到底。好的，我们就可以将它人形态这个背包也就是它龙头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给它翻过来，然后将它这两个小翅膀呢给它这样子放下来，给它包裹住它人形态的一个头部。好，然后呢我们再让它这个肩膀关节呢往下进行一个折叠，给它收纳进这个凹槽中。好的，这边也是一样给它卡回去。好，接着我们来处理一下它人形态的这两条胳膊先将它小臂部分呢给它前后的分开，将它中间的这一块部分呢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然后将它整个这个拳头呢往后进行一个翻折，再将它前后的这两片盖板呢给它盖回去，然后呢整条腿部进行一个拉长。好的，那么这样子呢就完成了它整个胳膊从人形态的这个手臂到恐龙形态腿部的一个转换了，非常的有意思的。另外一条手臂呢也是同样的变形将它前后的翻开，整个手臂部分呢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拳头收纳进去，然后再将前后两端呢给它进行一个合并，整个腿部呢拉伸。好的，接着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它的下半身。首先呢，将它内部的这一块软胶的盖板呢，我们给它掀开，这样子呢就露出了它内部收纳着的这些密密麻麻的零件啊。我们先将它脚底板这块部分呢往前进行一个翻折，整个给它翻出来。另外一侧盖板呢给它这样子掀开。好，我们放一边备用。接着呢我们将它里边收纳着的这个龙形态的尾巴呢给它抠出来。然后将这个尾巴尖的部分呢，再给它翻转出来。那么先不要着急我们先将它的这个整个大腿部分往内进行一个内撇。我们需要让它的大腿和这个尾巴尖的部分呢与它这个小腿的部分呢成这么一个90度的夹角。然后我们捏着它的大腿以及它这个尾巴尖另一只手呢转动它的这个小腿的部分，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那么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它这个尾巴呢进行一个归位了那么再将它后边的这节尾巴尖呢给它翻出来。好，那么再将它整个这个腿呢往后进行一个收纳。最后呢再将这片盖板呢我们给它盖回去。我们再将它的这个脚底板的这块零件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给它卡住。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它整个半瘪的这个龙身子呢就已经是变形完成了对吧？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呢？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一个变形我们将它的这个脚板呢可以先给它翻开，那么再将它内侧的这个软胶的板子呢我们也给它这样子翻开，里边收纳着的这个龙尾巴的部分呢我们给它这样子翻出来，然后整条腿呢往内实现一个90度的弯折。再将整个小腿呢捏着它的这个大腿以及尾巴尖部分转动整个小腿部分，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那么就可以将它这个尾巴尖呢给它归位了然后呢再将它的这个大腿呢进行收纳，收纳到它这个小腿里面，然后顺势呢我们将这个软胶的盖板呢再给它盖回去。然后呢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脚底板的这块零件将它这个凸起呢卡入我们的这个躯干部分，给它卡住。好，最后一步呢，我们将它这两节尾巴呢给它进行一个合并。当然它这个尾巴呢变形完成之后呢，也是有这个可动的好的，那么我们的钢索它的龙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啦。NA 的这个钢索它的一个变形设计呢非常的有意思，同时在这个龙形态下它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呢也是非常还原动画中我们钢索这个胖墩墩的一个形象的那么龙形态下的这个脖子呢可以水平的旋转，那么同时可以抬头低头，那么下巴呢也可以张开。嘴巴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凸起可以用来安插我们的这个火焰的透明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还原剧中我们钢索喷火的这么一个场景可以看到我们钢索现在它这个眼睛呢是红色的我们可以将它这个头盖骨呢给它掀开，将它整个眼睛呢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然后呢再给它盖回去。那么这样子呢我们钢索呢就变成了一个蓝眼睛了那么这一点呢也是传承了 MP 钢索的一个玩法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同时我们钢索它这个小短胳膊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可动性的。那么龙形态下的一个腿部呢可以实现一个360的旋转，那么侧踢部分可以超过90度的一个侧踢，膝关节这也算是膝关节吧可以进行一个一定范围的屈膝脚尖呢可以活动，那么龙腿的水平旋转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同时它的这个尾巴尖呢也是可以实现左右的一个活动的这一点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还原这么一个神龙摆尾不难看，挺漂亮的，跟我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搭配一些个布鲁可的积木人来提高它的一个互动性。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我钢索根本不愿意去当什么天才，我还是愿意做我的老恐龙。